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最近计划来新加坡旅游或者探亲的朋友可得留神了。新加坡移民局刚刚公布了一组让人心惊肉跳的数据，今年头11个月，竟然有超过41800人被拒绝入境。这个数字比去年整整飙升了 26%， 平均每天就有超过100多号人被直接劝返。很多人在问，新加坡是不是变高冷了？是不是不再欢迎游客了？其实啊，这不是狮城要关起门来，而是它的火眼金睛升级了。新加坡移民局2026年1月30日起，在樟宜和史里达机场实施禁载令 No Boarding Directive， 阻止高风险的航空旅客登上飞来我国的航班。这对全球旅客航空公司甚至新加坡这个亚洲枢纽国家来说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你可能想问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被新加坡精准地拦在门外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。新加坡移民局现在的目标非常明确，第一类就是那些有犯罪前科，或者被拉黑后想换个马甲，改个名字再溜进来的变色龙。第二类则是想来打黑工或者准备逾期逗留的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最近有很多想利用免签政策频繁进出新马来、刷签证长期滞留的群体也被系统给盯上了。通过大数据的实时扫描，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套全自动的风险评估模型。大家千万别以为只要有护照和机票就能稳进狮城，只要你的行为模式触发了预警，哪怕你还没降落在樟宜机场，你的入境之路可能就已经被切断了。而为了让这种拦截更有效，新加坡干脆祭出了一个更狠的招数，直接把防线推到了全世界。以前是人到了机场发现不行再送走，但从明年1月底开始，新加坡要正式玩真的了。这就是重磅的禁载令。简单来说，以后新加坡会提前把黑名单发给各大航空公司，如果你在名单上，对不起，你连登机牌都拿不到，甚至连出发地的飞机门都进不去。这种源头管控的策略，标志着新加坡边境管理的一场升维战争。首批试航的包括新航、库航等5大航司，如果哪家机长敢违规带人，最高1万新币的罚款，甚至监禁伺候。这种把防线推向全球始发站的做法，不仅是为了省去遣返的麻烦，更是为了把任何一点点不安全因素都彻底隔绝在新加坡的领土之外。这种硬核的操作确实展现了新加坡维护国家安全的铁腕手段。很多人会担心，管得这么严，那我们普通游客通关会不会变慢啊？其实恰恰相反，新加坡这招叫做抓大放小。正是因为通过禁载令和大数据在源头过滤掉了那些高风险的杂音，入境柜台和自动通关系统才能把所有的资源皆同看着原情判先，都用来服务咱们这些合法的良性旅客。这就像是机场安检开辟了白名单快车道，只要你没问题，配合现在的无需出示护照自动通关，进出新加坡简直就像进出自家的邻里中心一样顺滑。新加坡在做的其实是把最尖端的科技和最严苛的法律结合起来，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同时，创造出全球最顶级的通关效率。这种平衡感正是新加坡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核心竞争力，也是它能跟美澳等国边境管理水平看齐的底气。这次新加坡移民局的出重手，绝对不是心血来潮，而是深思熟虑的安全升维。在这个地缘政治复杂、人员流动剧烈的时代，新加坡通过大数据预判和禁载令，为自己挖了一道深不可测的数字护城河。这不仅是为了保护本地居民的饭碗和治安，更是为了巩固其全球最安全商务中心的金字招牌。所以，只要大家是合法入境、证件齐全、家世，这种升级其实是在为大家的旅行安全保驾护航。看完新加坡这套拒敌于千里之外的组合拳，你觉得这种安检模式会成为未来的全球标配吗？
你入境新加坡时有过什么特别的经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